在滴血验亲当天，温实初的 vlog 是这样的：小主，你上午按时到太医院打卡上班，给摸鱼的太医们规划下本季度重点保胎 KPI。下午钻研学术，为即将临盆的惠嫔娘娘定制无痛分娩药方。活干到一半，突然接到敌方业务需求，只好带着单纯懵懂的心理建设抵达景仁宫现场，经历了莫名其妙的翻袖口解衣裳。身份居然从太医院学术带头人沦落为紫禁城头号奸夫加隔壁老王。翻袖口的翻袖口，解衣裳的解衣裳。晚上参加紫禁城大型医学实验，由于对手犯规数据造假，喜提了6个生父体验卡。最后为了保住核心客户利益，选择彻底切割职场烂桃花，完成了从紫禁城著名奸夫到人畜无害温大爷的身份蜕变。温实初绝对是整场滴血验亲里最倒霉的人了，事儿是果郡王干的，锅却是温大人背的。人家老温原本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还有半个月就当爹了，却被强行拉进景仁宫这个大型修罗场。我们来看看他在法庭上的表现。一进门，老温就被江福海当众翻了袖口，亮出了传说中的五瓣竹叶。皇后故意假装震惊又很实锤的样子，问：这个 logo 挺闪亮的，是一直都有吗？这一招叫先声夺人，显然是提前排练好的。绯闻证词里最硬核的就是这个 logo， 所以皇后玩了个以偏概全。既然现在 logo 是真的，那绯闻的小作文肯定也是真的。温实初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他从一进门看见满屋子的小主娘娘这个阵仗，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加上江福海这个类似搜身的动作，更是令他双腿发软。老温强装镇定解释道：因为我母亲喜欢翠竹，所以我所有衣服上都印了这个 logo， 主打一个思亲之意。这个回答还是很得体的，把 logo 的品牌含义和孝道关联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没办法再找五瓣竹叶的茬了。静妃赶紧跟进看来温太医这个 logo 早就注册过商标了，时间长了，有心人自然能看见，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呀。这个角度很聪明啊，五瓣竹叶一下子从私通的证据变成了公共信息，还悄悄给绯闻扣了个存心不良的帽子。瓜六可不能放过他，继续冲锋说：嘿，这就奇了怪了，小小太医见了贵妃，怎么倒像进了自己家门一般，翻了袖口面对面说话？如此下去，以后太医进了贵妃殿里，翻袖口的翻袖口，解衣裳的解衣裳，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？这话虽然难听，但是给温实初提供了2个有效信息，一个是好消息，一个是坏消息。坏消息是温实初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诛九族的大罪貌似被人发现了。而好消息是法官好像把私通对象给搞错了。老温现在的心情简直和刚开局的嬛嬛一毛一样。瓜六刚告发的时候，嬛嬛都吓死了，以为自己和果郡王的事儿被发现了，结果听了半天，指控对象居然是温实初。太医温实初，嬛嬛瞬间支棱起来了，一秒切换战神模式。温实初也差不多，一进门吓得要死，以为自己和惠嫔的事儿被端了，结果听了半天，发现说的是甄嬛。这个对照乌龙简直莫名好笑。皇后抓的这俩人没错，他们确实都私通了，但是私通对象并不是彼此，属于是闭着眼睛拉郎配了。玩过狼人杀的小伙伴应该有这种体会，就是当我们抓到狼人牌的时候，往往会心头一紧，然后就会趁着天黑请闭眼的时候给自己疯狂洗脑：我不是狼人，我不是狼人，我是一个平民，我是一个平民。这样之后的发言才不会露怯。嬛嬛玩滴血验亲的时候大概也是这种思路，她确实和云里在一起过，孩子也不是皇上的，但自己和温实初确实是清清白白的，所以那种受委屈被冤枉的情绪都是真的。这和绯闻的证词是一个思路，真话混着假话说，这种半真半假的谎言最难拆穿。抓到了狼人牌，嬛嬛的心理素质可以自如应对，但老温就彻底拉胯了。自己明明没跟嬛妹妹私通，却因为心里装着另一桩真私通，表现得比真奸夫还要心虚，所以这场硬仗对他来说确实超纲了。于是温大人脑子一热，贡献了熹贵妃战队的第一个草率发言。他说：那天是向熹贵妃汇报惠嫔的胎相，因为养得白白胖胖，所以一高兴就赏了老温喝茶。是微臣在喝茶的时候卷起了袖管，失了礼仪，一切都是微臣的错。老温一看就是典型的学术男，老实巴交，别人一激就掉进了自证陷阱。他这一开口，相当于承认了绯闻描述的画面确实存在，
然后还为了解释原本就不存在的指控，现编了一个喝茶的故事，最后还一副大包大揽的态度，承认锅都是自己的，和熹贵妃无关。这个发言给野王听得直皱眉，在场的人精们一看，你这护花使者的架势，说你俩没关系，谁信呀？温大人的发言纯属关心则乱，越描越黑。其实他老实人的形象是最好的防御，他只需要少说话，不断重复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冤枉，剩下的交给队友就行了。果然，年级倒数齐贵人的工作能力，在面对科研难的时候变得游刃有余。他迅速抓住温实初的言语漏洞，舌灿莲花，把他挤兑得说不出话来。若非熹贵妃除你之外，再不把太医院任何一人放心里，又如何会托付你去照顾与她情如姐妹的惠嫔？大家看，这就是温实初编喝茶故事的代价。他想通过编故事去圆一个不存在的指控，却给对手贡献了新的攻击点。是啊，熹贵妃和惠嫔情同姐妹，所以才会把她托付给你照顾呀。这不更说明你们关系不一般吗？当真是不一般呢。小主，你……眼看猪队友败下阵来，熹贵妃只好赶紧上场救火。对方抓住温实初不放，嬛嬛就把焦点转移到绯闻身上。绯闻，你在宫里这些日子，本宫倒没瞧出你有这份心胸。第一个证人宾儿说什么求亲啊，这些都是实情，所以甄嬛没有进行反驳，因为反驳只会暴露给对方更多破绽。而到了绯闻这儿，他的证词真假参半，舞伴竹叶是真的，人也是真的，但拉手和对视全靠脑补，这种谎言也不好反驳。如果熹贵妃和他对峙，说自己没有拉手，只是在诊脉，那就陷入了自证逻辑，这种事儿根本就说不清。即使摆出锦汐在场，也无济于事，反而会被对手顺势把锦汐拉下水。具体就好像温实初之后的发言，他冲皇上喊冤，说什么有浣碧和锦汐二位姑姑替微臣作证，结果反过来就被瓜溜抓住了把柄，说要重刑拷打锦汐浣碧。所以甄嬛选择绕开证词的具体内容，转而否定证人的信誉，这也是法庭上常用的手段。他上来先用了一个高级的反讽开场，本宫倒没瞧出你有这份心胸。文化人骂人不带脏字儿，嬛嬛用心胸这个褒义词，暗指绯闻背信弃义，勾结外人想害我。结果绯闻强行立牌坊，说奴婢伺候娘娘，有什么心胸都牵挂在娘娘身上。但是奴婢毕竟是在宫里当差，只能对皇上一个人尽忠，若有得罪，还请娘娘恕罪。意思是，我虽然在钮祜禄部门工作，但我最终服务的还是爱新觉罗集团。你违反了集团规定，我肯定要揭发你，请你别太小气，打击报复哦。这是用对皇上忠诚来道德绑架甄嬛。这段话逻辑严密，还夹带着软刀子，显然是经过考前辅导的。可以看出，乌拉那拉培训班还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。不过这种入门级别的话术，纯属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被宫斗状元三言两语就给顶了回去。你对皇上尽忠也算得罪本宫的话，岂非要置本宫于不忠不义之地了？通过这一问一答，熹贵妃就试出了绯闻的深浅。她口齿还算伶俐，心理素质过关，不是吓唬两句就能露馅的。所以甄嬛构思了一个高明的连环坑。她先利用皇后的中立人设，客客气气讨要了一份审问权。容臣妾问她几句话。你皇后不是扮演贤惠公正的法官吗？那总不能不让当事人质证吧？逼得皇后只好保持微笑，点头同意。接着她向绯闻发出最后通牒，说啥不让我们俩养鳖，说这事要不答应就把我们那王八捞出来，俺哥放血。不是串台了。熹贵妃对绯闻发出辞退警告，无论今天结果如何，你都别想再回永寿宫混了，你都不能再回永寿宫再伺候本宫了。这话听着平平无奇，实际上藏着好几层杀招。熹贵妃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是从上而下近距离直面绯闻，这个站位就很有压迫感，可以有效使绯闻紧张慌乱，慌乱之下就更容易上套。他说无论今天结果如何，你都不能继续再伺候我了，其实是在诱导绯闻进行表态。如果绯闻表现的无所谓，说我本来就不想伺候你了，那就说明他本来就不忠诚，存了背叛的心思。在紫禁城里，背弃旧主的员工一般都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具体案例可以参照康禄海和曹贵人。这背弃旧主的东西，换作是我，那是断断不敢用的。如果绯闻傻一些，非常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拿到了瓜棚或者景仁宫的 offer， 那就更方便了，相当于直接供出了幕后主使。
即使这前2个坑绯闻一个都没踩，那陪审团也会顺着熹贵妃的话去思考，一个小宫女背后如果没有强大的靠山，没有找好后路的话，她哪来的胆子敢揭发贵妃呢？而最重要的是，熹贵妃需要引导绯闻表现出早就想好了要离职，那么接下来提到离职前的交接，那个琉璃花樽就会显得顺理成章。绯闻好歹上过乌拉那拉的1对1辅导班，没有轻易上当。他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说不回就不回呗，只要还是为爱新觉罗效力，在哪个部门我都会好好干的。奴婢都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很好。这话听起来政治正确，认真负责的人设稳稳地立住了，但其实他已经一只脚踏进了钮祜禄的陷阱了。甄嬛开始丝滑钓鱼，好歹主仆一场，今日你既来揭发本宫的私隐，想必也是知道是最后一遭伺候本宫了，自己分内之事也该做好。大家仔细观察熹贵妃的走位，她悄悄给锦汐传递了一个信号。我问你，你出来前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樽给擦拭干净了？绯闻没料想到会有这么细节的提问，犯下了第一个错误。已经擦了。嬛嬛故意大声冷笑，皇后立马意识到坏了，掉坑里了。嬛嬛坏得很啊，她在话里悄悄给绯闻安插了一个心理设定，就是你今天早就盘算好了要离职不干，然后在这个设定之上 PUA 她。既然你早就想好了要离职，又立下了认真负责的人设，那你出来前把工作都做好了吗？这是一个 yes or no 的封闭式提问。如果他选择否定，没有擦，那就说明你工作不认真和人设矛盾。所以为了维持之前的人设，绯闻只能按照熹贵妃设下的陷阱选择 yes。但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。锦汐眼珠一转，打出神配合。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樽？那分明是青玉的。锦汐是永寿宫的高管，业务能力满分，她笃定的纠正材质是青玉的，绯闻也就立马跟着改口。是奴婢记错了，是青玉花樽。这个慌乱改口的行为犯了人政的大忌，掉进钮祜禄的第2个坑。锦汐这一刀不仅捅在了绯闻的专业度上，还给在场陪审团打了个样。到底什么样才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？锦汐是永寿宫的掌事宫女，肯定是不需要做打扫卫生这种基础工作的。但就连一个不需要做具体工作的高管都记得的细节，绯闻一个天天干活的却记不住，她每天都在干些什么呢？静妃立马抓住这个漏洞，精准补刀。看来绯闻的记性不大好啊。唉，难为你了，还能记得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。绯闻此刻已经慌得像无头苍蝇了，只好一口咬死。奴婢记得是青玉花樽，没错。结果又掉进了第3个坑。嬛嬛使出杀手锏，揭晓真相。正殿紫檀桌上从未放过什么琉璃花樽。琉璃是假的，青玉也是假的，桌子上根本啥都没放。这里熹贵妃的台词有点不够明确啊，可能会产生歧义。我觉得编剧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正殿紫檀桌上什么花樽都没有放，嬛嬛捏造了一个琉璃花樽，锦汐呢又捏造了一个青玉花樽，绯闻被2个王者联手给忽悠瘸了。野王露出满意的笑容，不愧是熹贵妃，真聪慧。嬛嬛开始陈词总结，你的本职工作是给钮祜禄集团打工，结果正经 KPI 一个没达成，天天想着怎么整领导是吧？这些情景若是放了旁人，是看都不敢看。为何你连枝叶末节都这般留意？如此居心，实在可疑。这句话相当于直接贴脸质疑皇后了。于是乌拉那拉战术性低头，此刻他内心一定超级无语。第2个证人又被驳倒了，而且自己竟然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反驳。细品熹贵妃和皇后的博弈也是拿捏得很好。你不是要假装中立吗？那我就顺势把你架在法官的位置。熹贵妃表现得越客观，越是像在帮裁判理清逻辑，皇后也就越难直接下场偏袒绯闻。绯闻眼看人设崩了，再次贡献了一波破绽。奴婢日夜心里只牵挂着这些大事，哪里还留心得了别的事情？这句自爆的更明显了，意思是我一心想着告发你，哪有心思记住桌子呀？皇后彻底无语了。这时给了女巫一个镜头，玲珑眼看这步棋废了，开始筹谋下一步。接下来就是熹贵妃战队的花式吊打。端妃主打一个逻辑怀疑，
既然是搞地下恋情，怎么回回都让你赶上现场直播？难道你天天正经事儿不干，净蹲在领导窗外听墙角了吗？静妃更猛，直接指出这丫头是隔壁派来的间谍。这丫头胆大包天，居然敢监视领导，看来这件事儿背后一定有人主使，她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呀。辛巴姐上阵助攻，她的嘴可是从不跑空，贡献了一个新的角度。臣妾疑惑，祺贵人住在焦鲁馆，绯闻是永寿宫的宫女，为啥你家出事儿了你不报官，反而跑去竞争对手那儿私下合谋呀？这剧本编的连基本法都不讲了呀！这3个人的话一番接着一番，忽忽悠悠就把绯闻和祺贵人绑定成了同谋。此时皇后的沉默震耳欲聋，玲珑在旁边那副猪队友带不动的表情也溢出了屏幕。这步棋算是废了，再不转换话题，底裤都要被这些娘娘给扒光了。于是卷王奉上超强助攻。臣妾听说念佛的人心肠都好些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。熹贵妃是在甘露寺为国祈福修行过的人，又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，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呢？这一招叫高级黑。他故意渲染什么念佛的人都心肠好，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其实是想把姐姐架到一个圣洁的高度，然后再把圣洁和淫乱放在一起形成反差，暗示大家甄嬛居然在甘露寺这种清修圣地行为不检点，品性大大的有问题。这是对甄嬛刚才手撕绯闻的精准回击。你熹贵妃不是指控绯闻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吗？你看看你干的这事儿，怎么好意思质疑别人？然后他再提到敏感词甘露寺。甄嬛在宫外那几年可是无人监管的真空期，很容易出事儿哦。他是想借此引出下一位证人。玲珑的发言中最狠的一句就是这个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，他是在试图提醒大家，熹贵妃的孩子是在法外之地才有的，而且还是甘露寺这样的清修之地，到底是菩萨庇佑还是有法外狂徒帮忙呀？最后玲珑这番话还是一个完美的钓鱼话术，他太了解祺贵人那种藏不住话的草包性格了，所以他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诱导瓜溜说出更难听的话。果然瓜溜一听就上套了，开始没有底线的攻击甄嬛的人格。甄嬛生性淫贱，竟在甘露寺修行时大行秽乱之事。这里有个细节啊，大家看温实初的表情。祺贵人说甄嬛在清修之地怎样怎样的时候，温实初 CPU 都快烧干了。没错，他说的是实话，但主角不是我呀。虽然也曾幻想过，但自己确实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呀。好事儿全让黑心的果子狸干了，到头来黑锅却要我老温来背。温大人实在是太惨了。贵人，甘露寺乃大清圣寺，贵人如此血口喷人，胡言乱语，就不怕菩萨责罚吗？皇上驾到！这边女神在抗辩，那边小苏就发言，衔接的非常巧妙啊。至此，咱们滴血验亲的终极 BOSS 紫禁城头号绿帽王爱新觉罗老登终于登场了。滴血验亲也迎来了第一波高能剧情。关于皇上登场的时间点其实非常巧妙，原著中皇上是全程都在，所以熹贵妃才会说一番什么我不信青梅竹马，只相信缘分天定，这其实是说给皇上听的。剧中的皇上是在事情闹大了之后才来的，但是在场有谁去请皇上吗？剧中没有交代过啊。在《甄嬛传》中，如果皇上作为嫔妃斗争 play 的一环，那么一般去请皇上的情节都会有专门的刻画。比如婉贵人早期的代表作《弦月阁一十五鸟》，就有静妃专门去派宫女请皇上的画面。关于青铜华菜菜单挑5位王者的解析，在第32期 B 站主页合集可以找到，新观众可以去补一下。剧中唯一一处涉及到皇上为什么会不请自来的，就是碎玉轩的剧情。皇后在派人去请老温之前，眉庄就已经在碎玉轩里听到了风声，火急火燎的表示要去景仁宫。熹贵妃受牵连，我必得去看看。彩月担心她的安危，赶紧劝：此事必定会惊动皇上，皇上再怎么说也会帮着贵妃，您安心养胎就。从这段对白就可以推测，景仁宫里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后宫闹得沸沸扬扬了，连一向避世的沈眉庄都知道了，那么皇上太后没有理由不知道。所以皇上现在登场，大概率是被各种消息给惊动了。要知道，在后宫，皇上太后这些人的消息绝对是最灵敏的。就比如婉嫔当年在长街被掌嘴的时候，庶出夫妇全都知道，
但又全都假装不知道。这个默契，谁看了不得说一声绝配？翠果掌嘴太后的解析在第62期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皇上进门的时候是带有明显的审视和愤怒的，这个情绪也再次印证了他在进门之前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他才会出言责备。后宫无一日安宁的，朕何从办案？这话明面上是责备后宫众人，实际上是在责备皇后。所以皇后回应道：臣妾等搅扰了皇上清安，望皇上恕罪。皇后娘娘的发言连标点符号都是有用的，她说的不是臣妾搅扰了皇上清安，而是臣妾等，巧妙地将黑锅转移于无形之中。皇上推进流程，说吧，出了什么事儿，这么乱哄哄的？皇上这话其实是在问皇后，结果祺贵人出头鸟的自我修养已经修炼到了顶峰，非常自觉地冲上了一线。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混乱后宫。贱人，胡说！咱们之前说过，瓜六在这场大戏中主要负责说最狠的话，发最毒的誓，喝最脏的水，现在还要加上一条挨最毒的打。这是上期视频大家在 B 站弹幕贡献的金句啊！大家发出的弹幕和评论可是比我视频精彩多了，我经常在家里看了之后笑出猪叫。对，皇上这一巴掌学问可深了。他听到祺贵人告发熹贵妃私通，先是环视了四周，然后思考了一下，这期间有5秒的沉默期，然后才甩了一巴掌。所以这一巴掌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顶级公关。老登的心理活动大概是：该死的，这么多人在场呢，你居然直接喊出来，让朕的老脸往哪儿搁？朕刚刚给了嬛嬛无上荣耀，还让她协理6宫，你现在是说朕被玩弄于股掌，还被戴了一顶闪闪发光的绿帽子？哪怕是真的，你也不能当众说。对皇上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上一次这么耻辱还是被于答应白嫖那次。四大爷被白嫖的剧情在第12期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皇上这一巴掌，一方面打的是祺贵人不给自己留脸面，另一方面熹贵妃现在是协理6宫，在查明真相之前，她需要维护这个在帮自己制衡后宫的人。这就是咱们在第134期拆解贞瓜之争的时候提到的，皇上在滴血验亲中对待祺贵人和熹贵妃的态度，其实早就在永寿宫的那场对话中写好了底色。祺贵人是在场唯一一个坚定信奉甄嬛和温实初私通的人，所以即使迎着皇上的盛怒也不退怯，说我已经把瓜家全族老少连带庶出妹妹的性命全部梭哈了，我保证自己说的全是真话。皇后赶紧推动，是啊是啊，祺贵人这次言之凿凿，这么大的赌资，你不好奇到底是啥事儿吗？若真有什么误会，立刻解开了也好，否则若以讹传讹出去，对熹贵妃清誉亦是有损。皇后继续发动贤惠技能，说是要解开误会，其实是在威胁老登。这事儿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你不查清楚，将来以讹传讹，你的绿帽子就会越来越闪亮哦。皇后不愧是陪伴皇上几十年的人，她算是把皇上的那点疑心病还有虚荣心拿捏得死死的。皇上可以去打瓜溜，假装维护熹贵妃，但是他绝对不会漏掉任何一个让他发绿的可能性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在打完瓜溜之后，还是坚决地表示要听一听。好，朕就听你一言，如有虚言，朕绝不轻饶。然后祺贵人亮出了自己本场的杀手锏净白师太，说我有凭证证实熹贵妃与温实初私通，熹贵妃出宫后，温实初经常到甘露寺探望，孤男寡女常常共处一室。皇上如果不信，大可以传甘露寺的姑子细问，此刻人已经在宫中啦。皇上沉默了很久没有发话，此刻他的 CPU 在高速运转。甘露寺那个炕头，难道不光我睡过，老温这个小白脸也睡过？这可太丢人啦！这事儿要是真的，朕以后就没脸见人啦。其实按照皇室的传统做法，是把事情按下来，私下处理掉。具体可以参照太后毒死曹琴墨的做法。曹姐下线的解析在第90期。太后、皇上这些政治家做事情，首先会考虑到皇家的声誉。结果现在这事儿被皇后闹得人尽皆知，想灭口也来不及了，所以皇上迟疑了。这个时候，皇后推了一把，要不要传，还请皇上做主。
传。皇上嘴上同意了，实则是被架在那里没有办法，被迫营业的老登在心里暗暗给皇后打了个叉叉。其实皇后从《甄嬛传》开篇就是这样的，她从来不管老登到底开不开心，只在乎如何全方位地利用老登获取自己的权利。所以说，皇后其实并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爱皇上。这个等庶出夫妇最后公堂对质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拆解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大家发现了吗？皇上说传甘露寺姑子的时候，跪在这里的阿绿偷偷跑了出去。注意，从这个节点起，现场的法官从皇后换成了皇上，预示着皇后的原告身份已经基本明牌，滴血验亲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下一期大清最会讲故事的尼姑终于登场，给了熹贵妃战队一次重要的打击。随着后面滴血验亲剧情的深入，我的脑洞根本就停不下来。现在在解析后面的剧情，但是前后串联起来，又对前面的剧情产生了新的想法和脑洞。所以我就想，要不要趁热打铁，把这些观点再重新整合起来，结合大家弹幕或者评论的反馈，制作一个更有逻辑、更硬核、切入点也更有趣的纯享系列。我暂时想把它叫滴血验亲脑洞纯享系列，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感兴趣。这部分内容我计划放在会员影片里，回馈一下一直默默支持我的朋友们。当然啦，不希望付费的朋友也别担心，免费视频还会继续更新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许久不见，不知熹贵妃还记得故人吗？别忘了点赞并且订阅我哦，拜拜。